30分钟听完一本书。今天聊《金瓶梅》，你敢不敢承认你对这本书的全部了解就停在黄色小说4个字上？街上随便拦10个人，9个半会冲你挤出那种心照不宣的坏笑，说不就是西门庆跟潘金莲的荤段子吗？但我今天偏要翻这个案。鲁迅说他，同时说不，无以上之。张爱玲把它翻来覆去读了一辈子。如果你只看见了床横之间那点事，那你看到的不是《金瓶梅》，是你自己脑子里的过滤器。这本书真正写的是欲望怎么把一个活生生的人一口一口吃干净。它不是春宫图，它是 X 光片，照的是人心。《红楼梦》写神仙历劫，写的是天上掉下来的理想主义挽歌。《金瓶梅》不一样，他写的全是地上的人，没有谁投胎转世，没有谁咸鱼而生。书里每一个角色都是你在早高峰地铁里能撞见的面孔。你有没有为了一次晋升，硬着头皮给讨厌的领导端过酒？有没有半夜3点醒来，盯着手机银行的数字，觉得全世界的安全感都锁在那串0后面？如果有，这本书就是替你拍的纪录片。作者兰陵笑笑生，手里攥的不是毛笔，是手术刀。他把贪婪、嫉妒、虚荣一层筋膜一层筋膜的剥开，摆在你眼前，连麻药都不打。先说男主角，提起西门庆，你脑子里大概蹦出来的词就是色鬼。错了，太浅了。你把他放到今天，他是妥妥的斜杠创业者，主业开连锁药房，副业搞民间借贷，后来花钱买了个官，相当于地方上法院院长兼公安局局长。商、官、黑、白4条线全捏在一只手里。他的核心驱动力根本不是女色，是扩张。钱在他手里不是拿来存的，是拿来撬动更大资源的杠杆。书里有个细节特别妙，西门庆最大的爱好不是喝花酒，是站在自家大门口。古时候有钱人都窝在深宅里端着架子，他偏不。他站在门槛上，看人来人往，车水马龙，那个门口就是他的瞭望台。他眼睛里的饥渴跟深夜写字楼里望着窗外霓虹灯，发誓要在这座城市扎根的年轻人一模一样。西门庆活得累，他拼命抓钱、抓权、抓女人，本质上是因为手里一旦空了他就慌，存在感全靠外部填充。这不就是现代人的通病吗？刷短视频停不下来，购物车清了一单又一单，用物质把内心那个无底洞堵上，堵不住就再来一轮西门庆。就是我们心里那个还想要更多的念头被放大了100倍。认清了西门庆，再来看他对面那个女人潘金莲，3个字往那儿一摆，你条件反射就想到银毒。但我不想聊他的风流账，我想带你看看一块泥巴是怎么被捏成毒蝎子的。她是裁缝家的女儿，爹死得早，9岁被卖进大户人家学弹唱。注意这个动词卖，后来又被转手卖给张大户。张大户老了想占他便宜，被正房夫人撞破，为了甩掉麻烦，倒贴嫁妆把他塞给了全县最矮最窝囊的武大郎。你换他的视角想一想，你年轻漂亮，会弹琵琶，识文断字，心气比天高，结果命运像扔垃圾一样把你丢进了一间卖炊饼的破屋，每天睁眼就是武大那张缩成一团的脸，推窗就是巷子里粗声大嗓的市井嘈杂。心理学管这叫相对剥夺感。他的痛不只是穷，更是我不该只配这种活法的不甘。所以那根撑窗的插杆掉下去砸到西门庆脑袋上的时候，大多数人看见的是奸情的序幕，我看见的是一个快溺死的人猛地抓住了一截浮木。水浒传把这段写成道德判决书，金瓶梅却写得极细。西门庆看潘金莲是被皮相击中，
潘金莲看西门庆呢，书里说他心里想的是好一个雄壮的大汉，这不只是荷尔蒙的反应，更是资源雷达在响。西门庆身上那件值钱的绸衫，那股掌控一切的气场，代表着他做梦都摸不到的上流世界的入场券。他手里没有别的筹码，只有一副皮囊和一颗够狠的心，要么拼，要么回那间炊饼铺子烂死。潘金莲的悲剧不是情欲的悲剧，是阶层焊死之后，底层人走投无路时选了最黑的那条巷子。你可能以为嫁进西门府就算上岸了，恰恰相反，噩梦才开场。西门府里不止她一个女人，正房吴月娘是千户官的闺女，政治联姻，二房李娇儿青楼头牌出身，手里攥着私房钱，算资源整合。后来又娶了孟玉楼不伤遗孀，带着整车嫁妆进门，这叫兼并收购。你看，西门庆的婚姻本质上就是企业并购，而在这一堆合伙人里，潘金莲是最穷的那个。她进门时几乎两手空空。西门府的规矩很现实，地位跟资产挂钩，吴月娘管账，稳如磐石。孟玉楼有钱，腰杆子硬，潘金莲什么都没有，只有西门庆的宠爱。一旦这份宠爱没了，她连个丫鬟都不如。所以他必须不停的，就像一家公司里，别人都是带资入股，只有你是靠老板赏识上的位，你怎么办？只能拼命表现，甚至拼命踩人。他后来害死别人的孩子，逼走其他妾室，表面看是疯，底层逻辑是恐惧。书里有一个细节扎心的要命，潘金莲亲手缝了一双精致的红鞋，鞋尖用金线绣花，穿着在西门庆跟前来回晃。那双鞋是他全部的心血和讨好。而同一时间，另一个小妾李瓶儿过生日，随手赏给下人的银子，比潘金莲一整年的月钱还多。潘金莲看着李瓶儿那种云淡风轻的阔绰，心里的嫉妒像蛇一样咬。他恨的不是李瓶儿比他好看，而是人家有钱，所以活得从容，而他必须像斗鸡一样时刻竖着羽毛，稍微松一口气就会被踩下去。兰陵笑声真狠，他告诉你，当爱变成了活命的筹码，人就变成了鬼。说到李瓶儿，她才是这出戏里最让人心碎的角色。如果潘金莲是一团火，李瓶儿就是一汪水，温柔沉默，白皙大方。他原是花太监的妻子，花家败了之后，他把家里的金银细软一箱一箱搬进西门府。西门庆后来能扩大生意，甚至买官，原始资本大半来自他，但他图的不是回报，他图的是一份感情寄托。西门庆身边全是算计他的人，潘金莲图生存，李娇儿图供养，吴月娘图安稳，唯独李瓶儿不图他的钱，甚至倒贴。对于阅人无数、精明到骨头缝里的西门庆来说，这种纯粹太稀罕了。他在外面斗累了，回到李瓶儿房里，不用设防，不用演戏，所以李瓶儿进门后迅速成了独宠。这一下，潘金莲彻底炸了。以前的争宠是抢锦上添花，现在是被人端了饭碗。更致命的是，李瓶儿生了儿子，取名关哥。这个孩子一落地，西门府的权力天平直接倾覆。西门庆高兴得不像话，正跟客人谈生意呢，孩子一哭，他立马撂下茶杯往后院跑。潘金莲被彻底边缘化，快变成府里的隐形人了。接下来这一段是全书最令人窒息的情节，一个新生命的出生如何变成一张催命符。潘金莲没有用下毒推人这种粗手段，太容易留把柄，他用的是环境施压。他养了一只叫雪狮子的白猫，每天拿生肉裹在红布里训练它扑咬。你想想，婴儿裹着红色襁褓，在那只猫眼里像什么？他还天天在李瓶儿窗根底下指桑骂槐，摔盆砸碗。李瓶儿本就胆小，产后虚弱，
婴儿更是经不得半点。潘金莲就是要把那个院子变成高压锅。终于有一天，雪狮子扑上了穿红衫的关哥，孩子被抓伤，受惊，开始抽搐。李瓶儿明知道是潘金莲做的手脚，却不敢撕破脸，只会哭，只会烧香求佛。善良一旦没有锋芒就是软弱，软弱在恶人面前就是递刀子。关哥最后被活活吓死，病死。孩子的死抽走了李瓶儿半条命，没过多久他血崩而亡。你会看着一个温暖的生命像蜡烛一样一点一点熄灭，而凶手就坐在隔壁，冷眼旁观，心底甚至漫过一丝快感。你以为潘金莲赢了，金瓶梅的残忍在于，这场游戏没有赢家。李瓶儿死后，西门庆的反应出乎所有人意料，他哭得死去活来，抱着冰冷的尸体喊了一句让所有读者动容的话：我的没救的姐姐，你去了，我也活不长了。这不是表演，他是真的塌了。他把李瓶儿的画像挂在书房，日夜对着看，不去别的女人房里，整天魂不守舍。为什么？因为在这个遍地算计的世界里，李瓶儿是唯一让他不用戴面具的人。他一走，他精神上的最后一块安全地基被抽掉了。从此西门庆变了，他更疯狂的纵欲，不再是从前那种寻欢作乐，而是自毁。他用肉体的极端刺激去麻痹精神的剧痛。心理学讲得很清楚，当一个人无法消化巨大的丧失感，就会滑进成瘾行为的深渊。西门庆开始大剂量吞那种胡僧药，像一辆油门焊死的跑车，笔直冲向悬崖。而潘金莲呢？他斗倒了情敌，却永远失去了西门庆的心。他现在来他房里带着的不是宠爱，是一种隐隐的恨。他赢了眼前，输了全局，变得更焦躁，更偏执，更像一头困兽。元宵节，满城灯火，烟花炸开。西门庆刚升了官，生意如日中天，身边又添了新欢，看上去他站在人生的顶点，但顶点和坠落往往只隔一层纸。他眼圈发黑，身体发虚，却停不下来，像被上了发条的机械玩偶。他靠那颗胡僧药维持无所不能的幻觉。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明明累到极限，还在灌咖啡熬通宵，以为身体是台永动机，加点油就能跑。西门庆马上用命来告诉你，凡是透支的，命运早晚连本带利讨回来。元宵节后不久，他在潘金莲房里过量服药，精尽人亡。死的时候33岁，很多人把这段当黄色情节看，但在我眼里，这是全书最狠的一句警告。那颗药就是欲望的实体，他以为它带来快乐，结果它榨干了他最后一滴生命。想想我们自己刷短视频2小时停不下来，拆快递的瞬间很爽，然后是更深的空虚，追到了名利的高处，才发现上面只有更稀薄的空气。西门庆临死的样子很难看，头晕目眩，下体溃烂。曾经让他征服世界的身体，此刻变成了折磨他的刑具。更讽刺的是他的遗言，他把女婿陈经济叫到床前，你猜他交代了什么？缎子铺里还有多少银子？生药铺里有多少欠条？库房里还剩什么存货？直到咽气那一秒，脑子里装的全是账本，没有一句关于亲情，没有一句关于牵挂。活了一辈子，活成了一台计算器，以为自己拥有一切，其实什么都没带走。他一断气，真正的人性恐怖片才开演。树倒猢狲散，尸骨未寒，那帮拜把兄弟应伯爵、谢希大连香都没来上一注。应伯爵转头就投奔了西门庆的死对头，把商业机密、赚钱门路全盘倒卖，还帮着外人来坑吴月娘。酒肉朋友这4个字，没有比这更精准的注脚了。府里的仆人、奶妈趁着办丧事的混乱，
偷花瓶、偷衣裳。女婿陈经济也趁火打劫，一边跟潘金莲勾搭成奸，一边转移家产。整个西门府变成了关门前被哄抢的超市。倒是孟玉楼清醒，他看透了这条船要沉，果断改嫁，带着私房钱嫁了个老实官员，平稳落地。在沉船之前保持清醒的脑子和独立的经济能力是唯一的救生圈。潘金莲跑不了，他身上背着武大郎的人命，手里没积蓄，身边没靠山。吴月娘把他赶出家门，哪怕他此时怀着陈经济的孽种，给了几件破衣裳，托王婆领出去发卖。注意，又是卖。他的人生已被卖开头，已被卖收场。武松回来了，王婆骗潘金莲说武松要娶她，潘金莲居然信了。书里写她听说这事还挺高兴，精心梳妆打扮了一番，心里想，到底是小叔子亲上加亲，而且人家打过虎，也算英雄好汉。你看，到死他的思维模式都没变过，找一个强者做靠山。他一辈子没学会靠自己。当他满怀憧憬走进那间屋子，等着他的不是喜烛，是刀光。武松杀他的过程极其惨烈，因果在这里画了一个完美的闭环。他当年用毒药灌死武大郎，如今被武大郎的弟弟剖开胸膛，他像一朵开得太艳的罂粟花，最终被连根拔起，摔进污泥。西门庆死了，潘金莲死了，李瓶儿早死了，三个主角全灭。故事结束了吗？没有。兰陵笑笑声，还要安排一个人替读者走一趟废墟。这个人是庞春梅，潘金莲当年的贴身丫鬟。她心气比潘金莲还高，手段比潘金莲还冷。后来她被卖进守备府，生了儿子，扶了正，成了诰命夫人。她替潘金莲完成了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梦，但她也逃不过那个诅咒。得势之后，她比当年的主子更狂，更贪，更不知收敛，最后同样死在纵欲上。这简直是一个恐怖的轮回。上一代人倒下了，新一代人爬上来，复制同样的贪婪，同样的争斗，走向同样的深渊。全书的最后，金兵南下，中原大乱。西门庆唯一的血脉吴月娘生的小儿子孝哥被一位云游老僧普净法师带走了。老和尚指着茫茫人海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这红尘滚滚不过一场大梦。孝哥出了家，法号明悟，西门府从此断子绝孙，香火全灭。你回头看，开头是热的，热气腾腾的炊饼铺，热火朝天的生意，滚烫的身体和欲望。结尾是冷的，冷风、冷雨，冷透了的人心，和一片白茫茫什么都没剩下的大地。金是潘金莲，沉了瓶是李瓶儿，碎了梅是庞春梅，落了三个女人，三种欲望，三条死路，合在一起就是这本书的名字。读完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是虚无吗？是觉得人活着没意思吗？我觉得恰恰相反，他把人性写得那么黑，把结局写得那么空，不是要让你绝望，是要让你知止，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住在清河县，算法鼓励你消费，像西门庆一样永远想要更多，职场逼你狼性竞争，像潘金莲一样日夜焦虑。我们以为拥有了物质就拥有了安全感，但这本400年前的书冷冷地提醒你，欲望本身不是恶，被欲望吞噬才是恶。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真正的幸福也许不在于你像西门庆那样拥有多少，而在于你能不能像那个看透一切的旁观者一样，拥有随时喊停的能力。人生最大的悲剧不是求而不得，而是在追逐的路上把自己弄丢了，跑到终点才发现那里空无一物，繁华只是背景，心安才是归处。愿你在红尘里清醒且温暖。